单的时候，我总是喜欢来到这座天桥，回想起你曾在这里给过我许多拥抱。那是幸福的预告，我们却没有把握好。爱情在坚持和任性之间消失了信号。回到寂寞的日子，寻求一种忙碌的协调。把分离当假期，却不知道结束是几号。和朋友聚会热热闹闹，我却开不出玩笑。空荡的房间只剩寂寥，这种安静让人想逃。我还爱着你，无法忘记，舍不得你沦为回忆。你像一个声音，虽然已远离，却给我转身勇气。我还爱着你，为何分离？都低估思念的威力，直到寂寞来袭，才变得清晰。你一直在心里，不曾远离。香香，哎呦，我吓死你了！对不起，没去接你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韩国好玩吗？很好玩的，而且东西很好吃，济州岛太美了，很适合谈恋爱去。以后你可以跟你的小马哥一块去。哎，对了，我走之前你跟我说过会跟小马哥示爱的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样哦。神神秘秘的，是不是开始谈恋爱了？嗯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赶临时通告，我先走了。好吧，晚上再聊。拜拜，拜拜。咦，大姐，你回来啦？为什么不叫阿修去机场接你呀？你怎么在这里的？我回来跟阿修跟小乐团聚咯。怎样，韩国好不好玩？对了，有没有咖啡？我可以泡给你。阿修啊，小乐，大姑回来啦！好，来了。哎，大姐。哎呀，大姑你回来了，有没有买东西给我？当然有啦。啊，大姑你等等我啊。喂，啊，辛迪为什么会在这里的？啊，大姐啊，你的咖啡要不要加牛奶啊？随便呢。你叫他搬进来住，那李色标嘞？你变李色标了？说来话长啊。大姑，你看我的家庭，这是 Daddy， 这是妈咪，这是我。我的礼物呢？哦，礼物在后面，自己拿吧啊！给我进来！哎呀，不要！不要这样，我们回去吧。原来你在这边啊？那整件事情你也知道的？我刚刚回来而已，什么都不知道的。你怎么金发哥、阿丽，你们来啦，来喝咖啡。喝咖啡哦？有没有毒的啊？你发过誓对不对啊？你发过誓好好照顾我的小妹对不对啊？你也说过半年内要娶她对不对啊？哈？那你现在把这女人带回来算什么？你不要跟我说是请她当佣人，帮你洗衣抹地的哈？金发哥，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啊？来，坐下来喝咖啡。你以为这里 KTV 啊？我不是你的顾客，少来这一套啊！哥，不要这样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不用怕，有大哥在，不用怕的。我还记得你说过的啊，你是说给这个女人呢一条生路而已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和 Lucky 回来呢，就叫她走的，对不对呀？那好了，现在 Lucky 回来了，你要怎么做了？叫她走。金发哥，是阿丽说要跟阿成在一起，我才会答应分手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如果小妹真的要跟阿成在一起的话，她就不会躲在家里哭啦。你呀，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呀！你把我小妹当什么？当货物啊？啊，推来又推去，推来又推去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要回到阿成的身边，原来都是在骗我的。阿丽，没想到你这么伟大，让小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金发哥，你应该为你妹妹感到骄傲吗？你生这么大气干嘛？你少来了！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哈。男朋友有钱的时候就黏在一起没有钱的时候死到哪里去啊？哈！当初我小妹啊是什么帮她收的啊？她定江山，你想轻浮啊？你真的发了春秋梦啊你！是，
我以前是比较爱钱，可是我已经改过了，要不然阿寿也不会原谅我的。我妈咪不是坏人，她已经改过了。你懂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！对啊，我可以对天发誓的。哎呦，发誓哦！如果真的灵的话，有些人呢早就被电灯泡打死了。你怎么这样做我的阿寿？我没有说错的。哥，你不要再说，我回去吧。我才没有说完，一直叫我回去做什么？Lucky 呀，你快起来说几句公道话好不好？你看我小妹被人家欺负啊！不是我刚刚回来嘛，你们就给我这么大颗的炸弹，要我怎么样？这我不管啊！今天你怎么样都给我小妹个交代的。好，阿丽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全听你的。阿寿啊，不行啊，我们不是要结婚了吗？难道你们要给小磊个名分啊？你要她当私生女啊？你给我闭嘴啊！你个贱女人啊你！你发过誓了，不要忘记你发过誓了。还有啊，我小妹哪一点比不上她？妈咪是最好的。闭嘴！你也是闭嘴啊！我跟你说，Lucky 你是大姐，你可以说几句话，她一定听的。哎呦，是大姐而已嘛，她要选，所以我怎么办法啊？你是要欺负我小妹吗？那我小妹怎么办啊？我没有我小妹付出很多东西，你知道的。哥，我已经跟寿哥分手了，请你尊重我的决定，你不要再让我出丑了。阿丽，小妹，阿丽啊！你给我听清楚啊！你就要把家里所有的电灯泡收好啊！小妹被打死了，我气死了！小妹，小妹。不要跑了，前进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一般人死来光去也跑那么快，我不想再争了啦。争什么争啊？现在谁要你争啊？本来就是你的嘛。算了，我不要寿哥难做。哎呀，那你不就是白白吃亏了吗？哈，他当初什么东西来的？只不过是个流氓啊！你能不能帮他，他才有今天的。你现在双手把他送给那臭三八，你真的是冰波啊你！可是他毕竟是小乐的妈咪，你以前不是说后母难做吗？如果要寿哥跟我结婚，小乐会讨厌我的，我不想大家不开心哎。绕了一整大个圈呐，今天才想通，也好过没有啦。那老老实实，有没有吃亏啊？什么？你冰波啊！我是说你有没有被他那个这个那个啊？哎呀，没有啦。还好，没有亏大本。想来想去呢，还是那阿成比较好哦。他又还没有结过婚哦，家世又清白。我听说他还是处男的。等我呢，帮你把他拉回来。趁他现在躺在医院呢，你要多关心他，煲汤给他喝，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就好。哥，不要了，不喜欢阿成了。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嘛，就好像煲汤一样，熬得越久就越有味道。不管怎么样的好，我要证明给那臭三八知道，我的小妹你啊是人美歌甜，大把人抢着要。你不要搞这么多事情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，你不要逼我啊！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哎呦，那。我才走多久，你就搞到七乱八乱的。这个不是别人哎，是我朋友的妹妹，现在怎么交代？你以为我想的？我怎么知道那个辛迪会突然间跑回来？回来就回来咯，她又不是你正式的老婆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试过把他赶走的，可是他说他要真心改过，又是chocolate的吗？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？那你现在到底是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当然是阿丽啦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就不会有今天的。做人呢是要懂得报恩的。我阿寿啊是最讲义气，再亲再理啊，我都希望能够跟阿丽在一起。那就跟李斯不要在一起咯。为什么要去答应跟 CD 结婚呢？如果把 CD 赶走的话，那chocolate会很伤心的。烦死！我看算了啦，你还是把李斯不要忘了。说忘记就忘记，你以为我是机器呀？哎呀，大姐啊，你到底是不是在帮我？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行，越讲我越乱呢。你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那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大姐，你说谁比较适合我？你废话了你，当然是 Lisabel 啦。辛迪这种女人，我才不相信她会从良。你没跑过马，辛迪这种呢是跑短程的马，最多不是跟你跑1200米，
跑1600米他会脚软，跑2000米会口吐白沫。可是他最近很勤劳嘞，而且又帮得了我，会不会是真的有改过了嘞？不如我帮你试探他吧。发那3朵喇叭花对他是不是真心的，也是我帮他试探出来的。什么事？大姐，阿收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出去吗？他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阿收给你的5万块，给我这么多钱干嘛？你别装了啦。扫地、洗衣、煮饭，你做得惯吗？你回来还不是为了钱？现在阿收肯一次过给你5万块，以后每个月给你2000块钱做家用，你们好聚好散。走啦。大姐，我要跟阿修结婚啊！阿修在哪里？我跟他谈。阿收不想跟你谈啊。阿收已经决定不跟你结婚啦。怎么？你嫌5万不够啊？不够，多给你2万块，7万块，而且以后每个月给你5000块做家用，很多了。你又不是阿收的正式老婆，这样对你仁至义尽啦。阿修真的要我走啊？是啊，不只有你一个人走哦 ，Chocolate 留下来，要不然1分钱都不给你。好。都跟你说要钱了吗？你不相信？师弟，喂，哦，师弟，不要。好，师弟开门了，开门了。好，师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要傻了。你们都不相信我改好，我活下来什么意思？你骗鬼啊！你要自杀，你割这么上还差几寸呢？那你说我是骗你们的啦？我死给你们看！不要傻了，不要傻了，不要傻了。妈咪为什么会流血？长乐，妈咪痛不痛？妈咪的心很重啊。妈咪不要哭了。长乐，妈咪的命好苦啊，他已经不要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去拿胶布啊。喂，大姐，我的事我自己解决好了。妈咪不要哭了。长乐。喂 ，JK， 我想吃 chocolate chip 口味的雪糕，你帮我买，我很快就到。好，我去帮你买，拜拜。喂，听得到吗？
美雅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原来你在这里。我的雪糕呢？对不起，融了。一点小事都做不好。美雅 ，sorry， 别生气，送给你。又是郁金香，你可以来一些别的。那你喜欢什么花？想追我又不做点功课，打听我喜欢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吃饱了，也娱乐够了，还不回家？别这样嘛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你有没有看偶像剧？那些痴情的男主角都会为自己喜爱的女生做任何的事。那你想怎样？把戒指找回来，不然别想再追我。梅雅，你吃了那么多个啊？你不是来数看我吃了多少东西吧？你跟小马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很不开心，而你在这里狂吃东西。梅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海底捞针啊，高难度啊。他向你诉苦了？当然不是啦，他怎么会这样做呢？是我多事，套他的话。梅雅，你告诉我啊，别再吃了，小心变成大肥婆。我本来都不想谈恋爱的。这是缘分，你不能改变命运的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他最后还是会像他们一样。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你看小马哥怎么对秀文，就知道他是个痴情的男人。可是他都经不起考验。我丢进水池的那枚戒指是姐姐的遗物，在我丢出去之前，我暗暗地跟姐姐说，如果是他，就让他轻易找到你的戒指。可是结果他都没通过姐姐的考验。这么说，你是在乎小马哥的？算了，我肚子还饿，你要不要吃面？小姐，我想点菜。给我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 tempura。小马哥，你在哪里？我真笨，怎么没想到要梅雅在谈恋爱？她需要克服一些心理障碍的呢。我一定把戒指找回来的。小马哥，丽香，你真的要在这里找戒指啊？我一定要通过梅雅设给我的考验。很晚了，明天再找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让梅雅失望。小马哥，你不舒服啊？没事的，我只有点感冒。我帮你找。不用了，谢谢丽香，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。这一关，我继续努力吧。如果找不到呢？那就是梅雅的姐姐跟我开玩笑了。水池那么大，要找到什么时候？谈恋爱，就好像走进树林去找一棵自己喜欢的树一样。有的人一进去，就随便喜欢上看到的第一棵树；有人走遍整个树林，都没办法决定，最后是孤零零走出来的。秀文是我找到的第一棵树，我以为他离开之后，不会再有更完美的树出现，但是我遇到了。那就是梅雅，所以我一定要守着她，怎么样都不能放弃。树林那么大，都难不倒我。现在只是小水池 ，Don't worry，
It's a piece of cake. Chef 今天一句话都没有说啊。老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啊？我没事。没有。哎，你有空吗？我在工作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我说过了，工作的时候无聊的事我不想谈。你一定会喜欢的。Excuse me。伤风咳嗽，请你不要走进厨房。你也是厨师，一点卫生意识都没有。对不起。请你走吧。你先看看才赶我走吧，好不好？梅雅。对不起啊，起来了。小马哥，你没撞伤吧？小马哥，快打电话！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喂，醒醒啊！喂，喂。小马哥受伤躺在医院，你宁愿在这里洗炉子，也不去看他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绝情？你没看到我很忙啊？你知道吗？昨晚小马哥已经不舒服了，可是为了通过你的考验，在水池里徘徊了很久很久，从晚上找到天亮，就是为了找到你丢掉的戒指。他送进医院的时候还发高烧呢。他跟我说，谈恋爱就要像走进树林里找一棵自己喜欢的树。他已经认定你就是那棵树。而且无论怎么样都不会离开你。那你呢？为了保护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，宁愿伤害一个深爱你的人，还一再的惩罚他。梅雅，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幸福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接受他呢？你不要再逼我啦！好，我不管你了，你洗你的厨房吧。我送出去的东西是不会收回的，感情也是。你不要，那我丢掉。没有。你醒了。你怎么样了？我只是轻微撞伤而已，不严重的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
我太任性了，我现在好讨厌自己。你是不是也很讨厌我？当然不会讨厌你。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Give me the chance to take care of you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. I swear I'll always love you and be there for you. Please. 你发誓就好，你干嘛拉着我的手？你也一样要发誓，别再乱丢东西。你那枚戒指真的很难找啊。哎，小马哥，请进。小马哥，怎么那么快就出院了？轻生而已，不需要住那么天吧？那头没事吧？除了不能游泳之外，什么都能做。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啊。放心吧，我有私人厨师兼看护。丽香、青云，你们来啦！没啊。有些人啊，以为自己病了就能乱撒娇，帮他煮饭还要点菜，一下子清汤意大利饺子，一下子泰式酸辣汤的。你的胃受得了吗？哇，不愧是好姐妹，说的话和美雅一模一样。所以说我的顾虑是对的，这个酸辣汤就招待你的贵宾，你呢就喝这个清鸡汤。啊，丽香，你吃来10分钟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吃得到她做的泰式酸辣汤。小马哥，你今天的心情好像特别好哦。生病是男人证明自己价值的时机，也是女人证明自己有多温柔的时候。不过，她是铁石心肠的。喂，你敢投诉我不够温柔啊？不敢，不敢，怎么敢呢？啊，喝鸡汤啦。好。那，怎么样？今天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对了，美雅跟小马哥现在很亲热哦，他们在谈恋爱啊。是啊，他们很相配哦。美雅跟你讲小马哥啊？当然不是啦。美雅说过不会跟小马哥在一起的嘛，因为他怕你伤心。现在又跟他在一起，那算什么好朋友？青云，你不要怪他。小马哥喜欢的人是美雅，他们2个在一起是我撮合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容易放弃？你是很爱小马哥的。这你就不懂了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他，而是希望他能幸福。现在他们2个都很幸福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难道你看到小马哥跟美雅在你面前亲热，你会觉得难受的？我是坚强的，要不然怎么当掌门人？我就觉得奇怪，你怎么可能跟 Adam 在一起呢？一定是跟他们有关，对不对？你讲啊！我告诉美雅，我跟 Adam 在一起，他才会接受小马哥的。可是你又不喜欢 Adam， 你为什么要勉强自己跟他在一起啊？没关系啦，反正你也说过 Adam 的条件真的不错啊。可是他不是小马哥啊。可是 Adam 对我真的蛮好的。为什么要到最后每个人都得到幸福快乐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受委屈？好了，算了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感情的事我会处理的。丽香，青云，我请你喝咖啡。丽香，小姐，你让一让。
你这样，不如我自己来做。这样不行啊！我看你还是回家讲清楚好了。哎呀，我有福享，这不回来这里做工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该犯错了。你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就算帮我好吗？你走吧，走吧。小陈。 马老伯，还记得我吗？小心一点。老马，你干嘛老偷我的饼干吃？我哪里有啊？跟你这样同住啊，真是倒霉透了。哎呦，我没有啊！你不要整天无理取闹好不好？老伯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赔你钱呢，你再去买。 5块半。哎，不要！哎呀，这种人你不用理他，他有健忘症，明明是自己吃光了，还有冤枉我。没关系啦，我怕他一直吵，你就没得休息了。哎，这真是报应啊！有好好的一个家不要，搞到现在年老体衰，无依无靠，还要跟这种莫名其妙的陌生人住在一起，看他的脸色，报应啊！马老伯，你不要难过，还有小马哥啊。哦，你是说俊家？唉，当年我对不起了妈妈，抛弃妻子。现在我哪里还有脸去认回他了？不会的，父子没有隔夜仇的。你用不着安慰我了。那天在小贩中心，你也看见了他对我的态度。这10几年来，我一直想跟他搞好关系，可是他根本就不理睬我。不是的，小马哥不是不想见你，他回美国去了。俊家，他回去美国了？他的事业在美国啊。他有那么本事啊！那天我们匆匆忙忙离开，就是因为要赶去机场搭飞机。可是他有叫我有空的时候就来看你，所以今天我来了。真想不到，我从来没有照顾过他，他对我确实还有感情啊！好，你能不能叫他打个电话给我？我试试看吧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我扮小马哥打电话给他爸爸？马老伯真的很可怜的，你就当帮我啦。他又不是你男朋友，你那么帮他干什么？你怎么那么现实啊？我也不是你女朋友，那你为什么一直照顾我？那怎么一样？你是我的好朋友哎。小马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啊，而且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就死了，我真的很想念他，所以我非常了解小马哥的痛苦。他一定也很向往有个爸爸一直在他身边陪着他，只是现在他不懂得怎么跟他和解。我能帮就帮啊。说到最后啊，你就是忘不了小马哥。随便你怎么说，你到底帮不帮小马哥？不帮。青云，青云 ，please。我真的不了解，你这么一个好女孩子，她竟然不要你，真的是笨蛋。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啊。我是不会帮笨蛋说谎话的。好了，我只是帮你而已啊。谢谢你，青云。青云，
看，你知道吗？毛老伯跟你谈的时候有多高兴啊！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。其实我是不忍心看到你不开心的样子啊，才帮你做这种事情的。我知道，都说谢谢了。怎么了？丽香啊，我看到人家不懂得珍惜你，我真的为你不值啊。丽香啊，我对你，我讨厌看到你不开心的样子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的肩膀可以永远让你依靠的。青云啊，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很爱护我，我也非常感激你。我刚才的话憋在心里已经很多年了。我知道，从认识你以来，你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，还时时帮助我、照顾我，甚至还帮我舅舅创业。我知道，这都是看在我份上。这一切我真的很感激。我所做的事都希望你能开心的。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好朋友、好知己。你也永远是我最敬爱的哥哥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很自私？能够做你哥哥，我也一样很开心的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没有希望的，可是我可以说出我心里的话，又得到你的答案，心里也舒服得多了。男女朋友可能是一时的，可是亲人是一生一世的。好吧，妹妹，我送你回家了。喂，Lucky，什么？你弟弟怎么讲啊？我问过他啦，他说比较喜欢你妹妹，只不过什么？他也不敢不要辛迪，怕那个女人想不开就自杀咯。切，他会自杀我才信啊！喂，那天晚上我们家走，他拿了玻璃片割自己的手，搞得大大小小、哭哭啼啼的。这种烂招他也想得出，真的。没办法啦，我看为了孩子，阿寿是会选辛迪的啦。岂有此理！我要他赔偿我小妹性上损失，最少5万。鸡蛋，你妹妹的感情只值5万，这么侮辱你 Isabel。说的也是哦，应该要10万哦。去死啦！你Isabel这么喜欢阿寿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帮Isabel把阿寿争取回来，把辛迪赶走。哎呀，你小弟有宝妹，真的。没有宝Isabel是喜欢，你不高兴也是没有办法的。耐心争取啊，未必争取得到的。当然争取得到啦，叫上天明也是这样对待我的。知道你恩爱啦，前天明后天明的。你不要忘了哈，当初也是你鼓励我接受他的啊。你才不要忘啦，你欠我个大人情啊，你要记得报答。怎么报答？以身相许啦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记得给我小妹个交代啊。来看呐。什么再看啊？我当你答应的好。喂，这么野蛮的你。跟你学的咯。哈，以前你跟我借钱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死缠烂打，用这个摆灯的，都懒得理你。要死啊！来这里做什么？阿丽亚 ，Cindy， 阿丽亚，我是特地来找你的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表示我对你的感谢。不用了，我没有什么好让你感谢的。要的要的，你那么好心，肯把阿寿让给我，你要大恩大德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啊！哎呦，不用那么好死啦！哇，大包小包买什么啊？我看看啊。哇，鲍鱼、鱼翅、燕窝哦，都是好料啊！干嘛？怕人家不懂你挖到金矿啊？金发哥，你别这么说嘛，我是特地买给阿丽的啊。你给我听清楚哦，这个金矿呢是我小妹挖到的，不是你哦，你是抢过来的哈，还敢买东西来给人家，真是不要脸。
你的人怎么讲的啊，金发哥？我是一番好意啊，我是看见阿丽最近那么憔悴，才买东西给她进补的。你别冤枉好人哈！哎呦，好啊，好个屁呀！我没有钱买东西啊，要你送给我哈？你还敢说我小妹残呢？看看你这个死鬼样子啦！我看啊，这些东西呢，你就要拿回去自己补一补了哈。搞那么多东东哦，又各卖啦，又这个那个的，我看这些东西都不够你补啊。哎，买一些当归啊，当归补啊，还有啊，买一张砂纸磨一磨你这张厚脸皮啊你。喂，你的人怎么讲的？我是一番好意耶。啊，我有说错没啊？死八婆给我凶！这里是我店，你给我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。喂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的？出去啊！没有礼貌，你才没有礼貌啊！从来没有看过那么不要脸的女人，气死！你干嘛？我被人家欺负了。谁敢欺负你啊？那个金发咯。他来找你。刚才我去牛车水，好心去买东西送给阿丽，那你知道那变态的金发把我骂到狗血淋头，最后还把我赶走。喂，你等会听到我说话的啊！你没事去找阿丽干什么？我是想去谢谢他成全我们吗？那你知道他不领情，还叫哥哥骂我？不可能的，阿丽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人家已经答应退出了，你干嘛还要去刺激他？你被骂是活该啊！你怎么这么说啊？那个金发不止骂我，还骂你耶！你知道骂多难听吗？随便了，他要骂什么就骂什么，谁叫我？总之以后你没事就不要到牛车水那边去，我跟金发哥还要合作的，你不要再给我惹事了，听到了没有？谢谢你，阿丽。我只是希望你平安而已。我相信成功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阿丽，收哥，阿丽。来拜神啊！我也是。Cindy 昨天是不是来找过你啊？他有没有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没有。他每次说话都没经过大脑的，所以以后不管他说什么都好，你不要去管他了哈。阿丽，你要出国啊？去哪里？去欧洲。去多久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到外国过一过不同的生活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或者会住下来吧。你在那边有亲戚朋友啊？为什么去了不回来？还有，欧洲现在那边冷不冷啊？你的行李这么小，够衣服穿吗？收哥，你不要再关心我的事了，我会照顾我自己的。别这么说嘛，我是应该照顾你的。我们还是朋友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机场对吗？我送你去吧，来。不用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有时间。真的不用。不要紧啦，别客气。放手！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走吗？就是不想再见到你，每见一次就伤心一次，也会更加的舍不得。对不起。刚才的塔香是为你而点的，好好的对你的家人吧，祝福你们，再见。你曾在这里给过我许多拥抱。那是幸福的预告，我们却没有把握好。爱情在坚持和任性之间消失了信号。回到寂寞的日子，寻求忙碌的协调，把分离当假期，却不知道结束是几号。和朋友聚会热热闹闹，我却开不出玩笑。空荡的房间只剩寂寥，这种安静让人想逃。我还爱着你，无法忘记，舍不得你沦为回忆。也像一个声音，虽然已远离，
我转身勇气，我还爱着你，为何分离？都低估思念的威力，直到寂寞来袭才变得清晰。你一直在心里，不曾远离。